来黄刀镇从头到尾就是什么自然环境、野生环境，阿拉斯加黄刀镇不虚此行。我们在大弩湖准备要泛舟，准备要捕鱼哦，但是呢，钓得到鱼吗？不，看得到野生动物吗 ？Of course， 当然可以。这个地方其实出产了很多的刀。19世纪，有欧洲的人到访了黄刀镇，发现原住民用了铜刀制作其美，于是将这里命名为 Yellow Knife 黄刀镇。来到这，可以看得到原住民的那一面。现在大弩湖，这是跟我同一艘船啊。那一天呢，还以为不会冷啊，坐上这个船上面去之后，哎呦，会冷哦。大弩湖，加拿大的第二大湖，仅次于大熊湖，面积2.86万平方千米，最大的深度614米啊。在大弩湖上，你说这个湖有什么历史？哪来的历史啊？这个湖呢，可以看到幸福极光。这个湖到了冬天全部结冰。这个湖一结冰之后，家家户户的水上小木屋可以串门子，从我家走到你家不用再坐船了，我用走路就走过去了啊。那当然最可怕的就是融冰的时候啊，融冰的时候就像小时候在玩的跳房子要小心啊。那再融多一点的时候呢，别跳房子了哈，你这个踩上去以后，什么沙油难啊哈，都要顶对海来对啊，鹅来对啊。所以这个大弩湖呢，在冬天的时候呢，整片变成陆地，这整片的湖变成了冰上乐园。所有的人在湖上钓鱼啦、水上摩托车啦、anyway 啦，什么物件都顶管的胜啊，加赞啊！啊，今麦时阵呢，你在夏季，像我们现在是夏季末初秋，这个时候来到这边呢，哇塞，气候宜人啊。那你说冬天不好玩不？也不能这么说。我一直强调四季有四季的美啊。那这个时候来到这边，你看看。我们就去感受一下哈，奔驰在大弩湖上那种感觉。
那呢，大怒湖也是世界第8大湖，是冰川融成的湖，它的长近1000里，海拔100多米。大怒湖冰水之下，到了冬天，还有我希望我有机会冬天来这边，真的，我每次都告诉人家啊，我只要在介绍一个点的时候呢，我都希望我1年4季都能够来。加拿大的冬天是一个有故事、有传说的地方，是一个会让你超乎想象的地方。冬天谁说不能去加拿大？冬天的加拿大美到超乎你的想象。除了冬天之外，不要说冬天，在这个季节来也是很棒的。让我们看看大怒湖上，那我们在这边呢，看看这里最原生的美洲老鹰，最原生的野生动物。一家老鹰，我们宝宝陪啊。哦，没有了，那里有一个东西它在吃，但我不知道那一只是什么。哇塞，好漂亮那一只，那一只有看到吗？有看到爱福好吗？ 2只哎。哇，哎，2只哎。Let I see that. Thank you very much. 白头的，是哪一家？一家黑的啦，猫头鹰。哎呦哇！哎，我抓的拍的超清楚。你看到白头的？有，很清楚。最上面白头的，最上面拿回到那边可以走，在树上一样。白头的，白头的，这个就一个上。 他妈在棒这的笑，你讲这个声音很大。我放一段呢，他的这个声音呢，让你们听听看呢，这个跑起来的声音有多大。我还必须降音呢，就是风切声很大啊，但是真美，真的美。这种整片这种环境啊，就让人家觉得心胸就开阔了啊。看到这些大自然的环境啊，野生动物。 焦啊啦哈，熊也有啊，就是我们叫它来啊，不然呢，吹2个口哨，搞不好它跑出来让我们看啊，在这个时间点非常棒。现在我们走进了小木屋用餐钓鱼啊。
It's alive? So if you guys want some pictures, 哦，我跟你说啊，这鱼也很重啊，真的很重啊！你用一只手指头去勾它，还是很重啊。虽然不是我们钓的，但我们现在准备来钓。结论，我们到底有没有钓到？嘿嘿，我告诉你吧，来看看吧，答案会告诉你，在影片中啊。千万不要站在湿的石头上，非常的滑。 when you guys fish, we hold the line open, 小心， flick overhead, always overhead, 超过你的头啊！哦， and fast. You want to reel in sort of fast 慢慢拉。 because fish love to chase. 你要把它转快一点，快一点，不是慢慢拉哦转。回来。 Everybody cast overhead. 来，所有的甩出去的那个动作都要超过你的头上面哈。你看看，我马上把镜头带来 barbecue， 这些鱼都不是我们钓的啊，因为结果呢，你们也知道啊，不管了，赶快把镜头转过来啊，看看大家呢点的这些鱼啊，当地的鱼啊非常好吃啊。我们在这小木屋呢度过了最淳朴美好的这一片时光啊。你说看起来非常的简陋，这整个 package 这整个包装就不便宜了，就让你道道地地的感受一下这种感觉。在小木屋用餐，在这么天然环境用餐，棒不棒？非常好，非常棒啊！人生呢就是这样啊，坐在这种小木屋，享受这种时光，享受这种美景，享受这种氛围，没得要求了。我们来到看到的是在这里的威尔斯亲王北方文化遗产中心。会从黄刀一直运输物资往这边运，它主要运什么物资呢？这边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支柱是矿业，所有的重型机械啊，然后那个矿产啊，都是通过冬天的冰湖用卡车运输的。另外，我们秋天、夏天怎么办呢？所以等下我们去Old Town能看到很多的水上飞机，主要在不结冰的时候，所有的物资运输都是以飞机为主，所以越往北的地方物价是非常的昂贵的，主要是运输成本非常的高。然后今年加拿大在育空省这边通了一条路，这条公路一直能通到北极圈。以前我们往北极都是来到黄刀，坐飞机上来，然后再坐飞机上来，非常的麻烦。现在直接有一条公路通上来这边了，这里也是我们西北特区的这个地方，就是爱斯基摩人的故乡，第一代爱斯基摩人就在这个地方了。然后我们刚刚在看到的一个石像，不是上面有一条叫做红鲑鱼的一种鱼类吗？那个鱼类就是大西洋的一种和三文鱼同科的一种鲑鱼，它每年的夏季就会产卵回游，通过加拿大最长的这条河流一直这样的回流产卵。他刚刚在介绍的是加拿大，因为在靠近这个北极圈内的地方呢，到了冬天，很多的大地都会冰封，在这冰封的大地当中呢，有一些河川因为冰封起来，它就变成了一条冰原道路啊。
而这些边缘道路也只有冬天才能够行驶哦。走进馆内，可以看得到很多极地才有的野生动物的 tricky 骨头，里面的生物标本超级丰富。原住民如何利用野生的动物的骨头来做成各种武器、器具，利用野生动物的皮毛做成保暖的衣裳，早期生长在极地的各种野生动物的演化，在这你都可以看得到。黄道镇1934年发现了黄金矿，1991年又发现了钻石矿。来到这儿，你可以看得到黄道镇出产了很多的矿石，还有黄道镇为了努力保存加拿大北方的文化历史。我们现在又来到了另外一个叫做加拿大的议事厅。加拿大的法定语言共有11种。加拿大原始部落的为数不少，整个加拿大地区之大，在西北地区就拥有450个原住民的部落，其中呢，甸尼族是它当中最主要的族群，是加拿大西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部落。在西北地区，另一大族群便是因纽特人了。那议事厅呢，在这里就可以看得到，他们所有以前来到这个地方来去开会啊，所以在议事厅里面也可以看得到一些在加拿大外面展示以前族人的工具以及工艺品。来这种地方，你看啊，每一个人都要拿张证书，代表你来过的 Yellowknife， 来过黄道镇。我们现在过马路啊，你看看马路上也有这种彩虹旗啊，尊重多元文化哦。